征战5年，我九死一生。大军班师回朝那日，我满心以为能见到心心念念的女儿，可等来的却是女儿被调换的消息。太子殿下，义儿。娘，您终于回来了。珠儿呢？之意，纵然你有了心仪的女子，也该照顾好你妹妹。我出征前怎么交代的？珠儿呢？娘，这事儿咱们先回府再说。就在这里说，我的珠儿在哪儿？娘，窝窝囊囊跟你爹一个死样，说！您听说过真假千金吗？真假千金。当年您生产那天，有贼人钻了空子，把孩子给调换了。现在站在你眼前的娇娇才是您的亲生骨肉。娇娇被产婆带走，虐待了10几年，好不容易寻回来，可珠儿心生嫉妒，屡屡陷害娇娇。娘，您别怪爹和哥哥，要不是姐姐次次陷害我，他们也不会狠心把她送走。姐姐占了我的身份15年，如今也是咎由自取。娘，您是女中豪杰，别担心，换孩子的贼人，爹爹已经处置了。笑话！珠儿生出来的第一眼我就抱过，她和我生了7分相似，腰间胎记都和我一模一样，我会认不出亲生女儿。细看这眉眼，和谢眼倒真有3分相似，看来谢眼在外面藏得挺深啊。娘，您在说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我叫娘？娘，你干什么？大将军，你疯了！她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别废话，要么交出我女儿，要么死！我临进城前特意焚香沐浴，将这佩剑仔仔细细擦了3遍。可我现在问你，我的珠儿在哪儿？梁大将军好大的官威，自己的亲生女儿流落在外受苦多年，你回京后非但不心疼，竟还如此重手伤害。孤看你这样冷石心肠的人，恐怕连兵都带不好吧？殿下说笑了。臣于万军之中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梁玉，你想干什么？殿下不如猜猜，是你的人动作快，还是臣手中的剑快？在这冒牌货被诛杀之前，谁能救他？臣没在和殿下开玩笑。最后一遍，珠儿在哪儿？杀人了！救命！娘，你疯了！你要杀就先杀我吧！谢之意，你是我与你爹最恩爱时生下的嫡长子，我不求你建功立业，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如此愚钝天真，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护不住。娘，你冷静点，听我们说完。娇娇她才是真妹妹，她这些年受了太多苦，你怎么能……还有你，太子殿下，当年皇后还是良妃时，若非我舍命相救，她先能有今日的高位。她说要报恩，求我定下你与珠儿的婚约。梁大将军，那是谢宝珠自己心术不正，怪不得姑。我没耐心听你们废话，最后一遍，珠儿在哪？在城东的庄子上。城东庄子。梁玉，你别太放肆！如今父皇病重，朝中大事皆由姑代理。如此目无法纪、行事张狂，满朝百官绝不会容你。殿下，若我的珠儿有半点闪失，你且看看你这太子之位还坐不坐得稳。娘，这城东庄子是温泉庄子，地带温暖，珠儿在这里，日子应该也不会太差。谁是这里管事的？谢宝珠在哪儿？夫人，
你的脚，快说，珠儿呢？小姐，小姐被他们关在了猪圈里。夫人，你快去吧，去晚了，小姐就真的活不成了。珠儿，娘的珠儿，娘，夫人，起初小姐刚被关进来时，日日念着夫人回宫，等得久了，小姐就出现了幻觉。出现幻觉？他们都说小姐疯了，可她明明是被这些人活活逼疯的。珠儿，备车，去京郊的宅院。备车！小姐，草民只是想给您。我不是野种，我是娘亲的女儿，我是梁玉的女儿。这群畜生，统统都该死！月儿明，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棂，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你看着小姐，我去把该算的账一笔一笔全算了遍。这庄子是谢衍他娘的产物，竟没想到他们敢把我女儿送到这里来折磨。夫人好大的威风！您怕是还不知道吧？那个野种根本不是您的亲生女儿，您的亲生女儿差点被这野种害死。别怪我们心狠，这都是老爷谢衍亲口吩咐的。将这院子里的所有人拉下去，往日大营里怎么对待戏族的，就怎么对待他们，势必让那些刑罚一一试过，再让他们断气，懂吗？是。陛下龙体欠安，如今太子殿下监国，特命我等在此守候，请梁将军卸甲，放下佩剑，方可只身入城。放了！凭什么？将军，他们不仅欺负珠儿小姐，如今还侮辱众将士。我们在边疆流血打仗，回朝就得受这种鸟欺。将军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杀进去。我们死了那么多弟兄，小姐被欺负成那样，我忍不了。若太子殿下不让我们进，我们便用自己的办法进。若有阻拦，一律按叛军处置，就地斩杀。1刻钟的时间，莫怪我兵临城下。咱们梁家军50万人镇守关卡，5年来跟匈奴命都拼了。如今您带着30万兄弟归京，他们竟敢这般怠慢。我留了20万人驻守，带回这30万，本是为了在这没战事的时候交出兵权，回家好生忙一忙珠儿和知意的亲事。你心心念念为了儿女，可他们……只要珠儿没事，这兵权给了又何妨？太子有令，只准梁将军带亲信100余人进城。李江，你率领将士在城外10里驻扎，等我消息。是。我和谢衍本是年少夫妻，感情甚笃，先后生下儿子知意与女儿珠儿。阿玉，只要你动用兵权助我除掉户部尚书，我便能位极人臣。当时谁还敢小瞧我们谢家？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狠毒？官场之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用兵权私斗，你疯了吗？只因我拒绝借兵权助他上位，谢贤便与我陷入了无休止的冷战。5年前匈奴来犯，我急着出征，在信中一遍遍向他解释，盼他能理解我的立场。可他从不爱回我的信。将军，哦不，夫人，老爷谢衍吩咐了，您带兵回京，理应先进宫面圣谢恩。这会儿实在是不该回来。谢衍教你的规矩，我回自己的家，还得看他的脸色。夫人，小的是按规矩办事，老爷说了。废话真多。老爷有令，擅闯者乱棍打死！
本将军今日就在此处，敢拦我者死！谢言，谢之意，滚出来见我！将军，这些家丁不过是些三脚猫的功夫，连给兄弟们塞牙缝都不够，一个不留。敢拦路者，杀！谁敢动我谢家？梁玉，你疯了不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母？在外面打了几年仗，带了一身狐臭味回来，回府就给老身脸色看。谢老夫人，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我劝你一句，这里没你的事，滚回你的小佛堂去吃斋念佛。你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泼妇！我今日来，不是来听你训话的，是要来算我女儿珠儿的账。去，把谢衍和谢之意那两个缩头乌龟给我押过来，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谢在哪儿？梁玉，你为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假女儿，连你自己的体面和谢家的脸面都不要了。那个贱种占了我孙女23年的位子，如今真相大白，你非但不把亲生女儿叫接回来疼爱，反倒为了那个假货血洗谢府。老身看你是被边疆的风沙吹坏了脑子，分不清亲疏远近了。梁玉，你瞪什么瞪？那小贱人谢宝珠就是你这种粗鄙妇人养出来的种，满骨子都是睚眦必报的土匪气。哦，你的意思是，顾娇娇才是我的亲女儿，而珠儿是假的？那是自然。谢宝珠那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不过是个手脚分了不干净的贱奴偷回来的贱胚子，他心肠毒得像蛇蝎。若非如此，我儿谢衍也不会狠下心肠。为了给娇娇讨个公道，谢衍已经把那小贱人送去了城外的女修院，好生调教了，让她学学什么叫尊卑贵。女修院，谢衍亲手送去的。要我说，谢衍还是太仁慈了。那个贱胚子占了我亲孙女的位置整整23年，吃我们的，穿我们的，最后还敢残害骨肉，何该把他拉到菜市口去五马分尸，才对得起那些死掉的冤魂。老夫人，阿言，救命啊！阿言，你快出来！这个贱妇，这个杀人犯要弑母了！谢衍出身低微，你当初也不过是个在田里刨食的农妇，谢家发达了几年，就让你忘了怎么做人了。我从前为了谢家的面子，忍你这张臭嘴许久，现在看你牙都掉光了，说不了话的样子，果真顺眼了许多。叫你儿子，正好啊，大点声叫。我也很想知道，他听着亲娘的惨叫，还敢不敢躲在后宅装死？我正愁无处找他呢。只要他敢冒头，我定会将他一寸寸骗了，再将他的骨头磨成灰，给这院子里的花草做肥。夫人，您走后的第1年，小姐还日日抱着您的信傻笑，可从第2年被顾家加进门起，一切都迷了眼了。谢大少爷在那屋里哭，他竟连头也不回。不，珠儿从前最是心疼你，旁人笑你农妇出身，大字不识，年幼的珠儿就敢跟人打得满脸是伤，只为护着你这祖母。你不仅由着谢衍那个畜生骗珠儿，说我厌弃了他不回他的信，你甚至还变着法的阴阳怪气，把对我这个儿媳的不满全撒在一个孩子身上，最后竟然还是你提议要把珠儿送去那吃人的女修院，送去那庄子的猪圈里受罪。你说，你这副心肠到底是长了什么样的烂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之为人。你最引以为傲的，不就是你这张搬弄是非、恶毒诅咒的臭嘴吗？既然如此，我便帮你把它彻底废了。启禀将军，末将搜遍了书房与后宅，并未发现谢衍踪迹，似乎提早得了风声，不知躲哪儿去了。好的倒快。谢之意呢？他也不在。回将军，大少爷在，他此刻正守在云香居，说是要护着那位顾小姐，谁也不准靠近。云香居？哼，他竟敢把那个冒牌货带到云香居去！将军，大少爷这心真是偏到嘎吱院里去了，那是您亲手给小姐选的院子呀！走，去云香居收拾他们。这里曾是我亲手给珠儿选的。我记得走的时候，院里那棵石榴树开得正红，珠儿说那是她最喜欢的红火颜色。谁干的？是谁砍了珠儿的树，拆了她的秋千？又是谁种的这些媚俗的野花？除了那鸠占鹊巢的顾小姐，还能有谁？听说她嫌石榴树土气，秋千又占地方，
那是我在边疆鏖战3月，斩下匈奴谭徐的首级后，陛下赏赐的玉贡金丝，我一日都舍不得用，特意差人快马加鞭送回京城，是想给我的珠儿压惊的。将军，您看顾小姐头上戴的那个点翠凤簪，那不是您在纳尔哈战役后忍着重伤，在匈奴王库里挑出来送给小姐的吗？那古琴是他用来焚香弹奏的。那屋里的陈蔗，哪一样不是我亲手为珠儿挑选，从边疆千里迢迢送回来的？将军！哥哥，娇娇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明明受伤的是我，我的手被石头划得这么深，娘亲为什么要那样看我？娘亲她是不是一点也不喜欢我？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让家里不安宁，我这就搬走回那乡下地方去，娘会不会怪我？胡说什么！你才是谢家的亲骨肉，这云香居本就该是你的。娘只是被那个谢宝珠往日的伪装给蒙骗了，还没认清那贱人的真面目。他不仅不配，他根本就是我们谢家的耻辱。当初你就不该心软，由着他这种鸠占鹊巢的野种继续在大宅里作威作福。他会有今日被送去庄子的报应，全是他自作自受、屡屡残害你的结果。你放心，有哥哥在，谁也别想赶你走，哪怕是娘也不行。有哥哥这句话，娇娇死也甘心了。我只是怕姐姐在那庄子上过得不好。那是她应得的，猪圈里待着才适合她那种卑贱的心肠。你输了，谢之意啊，谢之意，你果然还是这么好骗。我不过掉几滴眼泪，你就连亲妹妹的死活都不顾了，真是愚蠢至极。我的珠儿在寒冬腊月的猪圈里抱着破草取暖，这个愚不可及的逆子竟在这里心疼毒蛇，咒骂自己的嫡亲血脉。救命！哥哥救我！啊！娘，你疯了！快放手！娇娇身子弱，你这样会杀了她的。娘，你怎么能如此狠毒？她是你亲生女儿啊！连亲妹妹都认不出的废物，我要你这蠢货儿子有何用？娘，你竟然为了那个谢宝珠对我下这么重的手！不过是因为这冒牌货装了几分柔弱可怜，你就忘了珠儿是你的嫡亲妹妹了？你忘了是谁在纳尔哈的风雪里给你留最后一块干粮？是谁在谢府日日盼着你回家？可他害了娇娇。害个屁！当初我生完珠儿，你才5岁，我是第一个让你进来看妹妹的。她腰间的胎记同我一模一样，那张脸更是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日日看着她长大，你为何能认错？谢之意，你眼盲心瞎，被个外侍种耍得团团转，害得嫡亲妹妹猪圈抢食。你这种是非不分的蠢货，根本不配做我良玉的儿子。不可能，娘，你远在边疆被蒙蔽了。滴血验亲是我亲眼所见，珠儿的血与爹的血根本无法交融，就像陌路人一般。可娇娇不一样，她的血入水即溶，与爹的血合二为一，这血脉亲情怎么可能作假？滴血验亲，你竟信那种糊弄3岁小孩的把戏？那长相呢？妈，你仔细看看娇娇的眉眼，她那下颌、那鼻梁，分明跟爹生的一模一样。而谢宝珠呢？她除了那张跟你相似的脸，还有哪一点像我们谢家人？蠢货！少爷，您糊涂啊！生得像爹又如何？这世上生得像谢大人的女子多了去了，难道个个都是谢家的嫡千金？娇娇同你爹生得像，那是因为她骨子里流着你爹那个畜生的卑贱血脉。但她跟我生得像吗？她占了我女儿的身份，毁了我女儿的一生。谢之意，你的账，等我宰了这个冒牌货再跟你算。顾娇娇，你诬陷我亲女，欺她辱她，将她逼入猪圈那种绝境。不要杀我！哥哥救我！我是亲妹妹，我是亲的！不是的，娘，您不能杀我。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我没有害过珠儿姐姐。您口口声声说我陷害她，您拿得出证据吗？这府里上下几十口人，谁没看见她往日里是如何飞扬跋扈的？是啊，娘，
那谢宝珠平时被你惯坏了，在府里横行霸道，娇娇说的都是实话。证据，这就是我的好大儿，这就是他们找来的好女儿，一个眼盲心瞎，一个口若悬河。她单纯善良，重情重义，这才是我们梁家女儿该有的风范。反观那个谢宝珠，滚！你这眼瞎耳聋、听不出正反话的东西！我征战5年，杀敌无数，不是靠装委屈掉眼泪。你拿这等下作货色跟我比，我恨不得当初根本没生过你这个糟了老娘眼的东西！来人啊！刘嬷嬷，王管家！别叫了，这院子里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丁婆子，此刻都在我仗势的刀口下。今日这云香居，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顾娇娇，我是个常年在死人堆里爬的武将，性子直，不喜欢谢衍那一套弯弯绕绕。我且问你最后一遍，你是谁？娘，您便是杀了我，也改变不了我是您亲生骨肉的事实。若是珠儿姐姐知道了您这样对我，她定然会……我的手啊！怎么，刚才那股子理直气壮的劲儿哪儿去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救命！哥哥救我好疼！疼？珠儿在猪圈里被恶仆划花脸的时候，在寒冬腊月被灌冷水的时候，那才叫疼。不知道，你这才到哪儿？继续。不好意思，我是个常年在边疆吃沙子的粗人，这手上的劲儿啊，有时候确实没个轻重。再加上我这人耐心有限，这一剑算是对你刚才不回答的回礼。现在你且听清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谁？看来这皮肉之苦，还是能让你那金贵的舌头变得听话些。说，你到底是谁？我全说，我是顾娇娇，我娘叫顾香，是爹在外面养了10年的外室。所以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局，是谢衍让你这个卑贱的外室种冒充我的女儿，抢我珠儿的身份。是爹爹安排的，他买通了当年的产婆，编造了那个谎言。顾香那个贱人，他还在世，他现在人在哪儿？好一个谢衍，他让我的珠儿在猪圈里等死，却把你接回锦衣玉食。他到底许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般卖力的作践我的女儿？我娘临死前求爹带我回来，说我受够了私生女的苦，爹答应我，只要我成了你的嫡女，日后封个郡主也不是不可能。他说他会亲自给我挑一门显赫的婚事，从此让我再也不看眼色，不必顶着外管女的骂名活着。为了他那外怀女儿的荣华富贵，他竟要拿我珠儿的命去惦记。谢衍，你真是好狠的心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做了什么？娘，顾娇娇是假的，珠儿才是我的亲妹妹是吗？我为了这么个卑贱的外室种，亲手把她推到了猪圈里。珠儿，她以后还会认我这个哥哥吗？你现在才想起来问他认不认你？谢之意，你这种废物不配提他的名字。你这个骗子！你这不要脸的贱人！你骗我说你是受害者，骗我说珠儿害你，让我亲手伤害了我的亲妹妹！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这个畜生！谢之夜，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洗清你身上的罪孽？那猪里的每一鞭子可都有你的一份功劳啊！闭嘴！你这个贱人！娘，我杀了他，我替珠儿报仇了。报仇？你还没资格！把这个冒牌货带走，找军医用最好的药给他吊着命。小姐，这顾小姐已经快断气了，直接处理了不是更干脆？死是这世上最容易的解脱。他加之在珠儿身上的那些手段，我准他在余生里一点一点品尝干净。是，带走，带去庄子里照看好了。不是，谢之夜，你还记得珠儿小时候吗？我教了她半年娘亲，可她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冲着你喊的哥哥。娘，杀了我不要紧，但您千万别放过那个老畜生，还有宫里的太子和皇后。皇后？可宫里守得像铁桶一般，消息一点也透不出去，蹊跷得很。后来，当时珠儿被谢衍逼着进过一次宫，见了皇后，可她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他变得更加沉默，眼中连最后一点光都没了。后来那个提议把珠儿送去女修院好生调教的毒策，根本不是顾娇娇想得出来的，是皇后亲口提出来的。原来背后还有皇室的手笔。娘，你说的对，我是个废物，是个畜生，我不配提珠儿的名字，更不配活在世上。想死？你以为脖子一抹就能还清珠儿受过的那些苦了？娘，我没脸见他，我真的没脸见他啊！想赎罪，那就活着受罪，滚去猛虎营，从最底层的暗卫做起。将军，猛虎营可是咱梁家最脏、最累、最不要命的地方，凡是进去的10个里头难活出1个。大少爷他……从前我太惯着他，总想着战场上有我一人流血便罢，想让他在这京城繁华地当个安稳公子。如今看来，是我错了。进了猛虎营，便不再有谢家大少爷。我会亲自去告诉珠儿，你已经死在边疆战场上了。死在战场上？是。日后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是生是死，你都不许出现在珠儿身边，更不许让他知道你还活着。你就当是死在这一刻了。好，儿此去拜别母亲，愿珠儿余生安好。将军，真的不留她在京城，好歹是您的亲骨肉。我的亲骨肉在猪圈里受苦时，他可曾想过那是他的亲妹妹？赵统领，我记得5年前你还只是我父麾下的一个小校，若非我父替你挡了那一刀，又在御前为你请功，你坐不上禁卫军统领这个位置。梁将军，梁老将军的恩情，赵某没齿难忘。只是您今日在谢府闹得太大了，血洗尚书府，惊动了东宫，得罪了太子，只有死路一条，您可知道？死路？我梁玉在边疆与匈奴鏖战5年，哪天走的不是死路？你带这么多人拦我，是太子的意思，还是陛下的意思？赵统领，我问你，陛下现在究竟如何了？退后5丈，我有话要与赵统领单独谈谈。将军，退后！所以，珠儿被折磨，皇室也插了手。就在半年前，皇后曾宣珠儿小姐和那个顾娇娇一同进宫，谁也不知道在那深宫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珠儿小姐出宫后，便如同丢了魂一般，终日沉默不语。我的珠儿！就在他们出宫的当晚，东宫传出圣旨，说珠儿小姐德行有亏，太子殿下的未婚妻，竟然在那一刻起就变成了顾娇娇。梁将军，赵某不敢拦你，也不愿再做这亡国的帮凶。你这是何意？求梁将军指引一条生路。赵统领，你带数千禁卫军封锁城门，刀枪相对，现在却反过来跟本将军要生路，这路难道不是在你自己手里吗？梁将军，你以为这城外埋伏的只有这点人马吗？太子殿下下了死命令，若您强行闯城，格杀勿论。格杀勿论！我为大周守了5年边疆，这便是他给我的谢礼。太子命我等在此守候，并非为了安抚流言，而是为了诛杀将军，全歼梁家残株。陛下，你说什么？诛杀！我们在前方杀匈奴，吞冰雪，死的死，伤的伤，多少弟兄连块全尸都没留下。太子何故如此待我们？我梁家世代忠良，忠君敬主，以至于到我这代只剩唯一的血脉。将军，既然他们不给生路，那我们就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将军，全军以整装待发，请将军下令。众将士听令，今日我梁武带你们散杀回京城，不为夺位，只为讨债。入城后不得伤城中百姓分毫，谢家人、太子还有皇后，给我一个不留，统统杀了！李江，你还记得我15岁那年吗？末将记得，那是老将军第一次穿您帅袍。祖父当年亲自为我披上帅袍，他说梁家军忠心为主，生生世世都不会有半点不臣之心。他教我怎么忠心，教我怎么打仗，可他唯独没教过我，这世上最难测的是人心。将军，咱们围城已有数日，弟兄们憋了一肚子火，只要您一声令下，半日内定能破城。攻城不难，可这城里住着几10万无辜百姓，若是强攻，血流成河，梁家军变成了乱臣贼子。小姐受的苦，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就这么算了？算了，怎么可能？围城断粮，我要让里面那群蛇蝎之辈在那高墙里活活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
说什么？珠儿醒了？是，方才睁了眼，正含混的叫着要找娘亲呢。将军小心！没事，你们守好大营。大夫，将军，草民行医30载，珠儿从未见过对妻女下这般毒手的畜生。草民连夜配了那让人生不如死的销魂散，已经给庄子上几个管家往肠下灌下去了。让他们挨个体验个遍，别叫他们轻易死了。珠儿，珠儿，哦，珠儿，娘亲回来。你是谁啊，小桃姐姐？这个大将军为什么要哭？小桃，他不认得我了。将军，小姐她受的打击太重，先前日日被那些婆子咒骂是野种，又在猪圈里待了那么久，军医诊过了，小姐这是心神受损。她如今的神智，大抵与8岁稚童无异。她把那些苦日子都强行忘了。不碍事。珠儿，你先和小桃姐姐在这里玩，等娘亲把外面的乱臣贼子都清理干净，忙完了就回来，天天陪着你，好不好？将军，太子那边撑不住了，他没敢露面，倒是把老熟人给派出来了。谢言，他倒是真舍得这张老脸。阿玉，你终于肯见我了。谢尚书，两军对决，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阿玉，我知你恨我，是我糊涂，被那些贱奴蒙蔽，竟然认错了我们的亲生女儿。放肆！知意那孩子在乱军中没了消息，想必是已经遭了不测。阿玉，如今谢家只剩你和我，还有可怜的珠儿。听夫君一句劝，别再犯浑了。只要你肯撤兵，我定能保你周全。日后我们一家3口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好不好？您瞧他的模样，若非咱们亲眼见过珠儿小姐的惨样，末将还真以为她是个深情呆书生。呆书生，那是他演了20年的皮影。我以前总觉得他文弱，需要我护着。这5年沙场的血，我就被就得更杀魔成了杀人的刀。阿玉，回来吧。咱们珠儿身子弱，受不得这些惊扰。只要你跟我回去，太子已经许诺，绝不追究今日之事。咱们一家3口还能像从前那样美满。夫君，你说的对，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阿玉，你终于想通了，快下令撤兵，跟我回府。可我怕是回不去了。夫君，你知道吗？这些日子都是他们逼我的。我为了咱们的以后，可是做了不少错事。错事？什么错事？傻瓜，只要你回来，什么错事我不能替你评了？是吗？那你帮我评一评我杀了婆母的事，如何？阿玉，别开玩笑，母亲她没关系的。阿玉，一切都来得及，只要咱们手里还有兵权，死几个人算什么？哪怕是亲娘和儿子，只要能换来荣华富贵，都能舍得。哦，是吗？谢尚书竟然如此大度，连灭门之仇都能按下不表。畜生，为了往上爬，真是连祖宗都不认了。阿玉，你不知道，殿下已经私下许了我丞相之位，只要你撤兵，我便是这一人之下的权臣。到时候他会赦免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咱们这叫功过相抵，懂吗？你只需要交出兵权，把那30万梁家军的帅印交给我，咱们就能好好的。阿玉，我向你保证，日后在这京城，再也没人敢叫你们母女受半点委屈。是啊，这5年在边疆风餐露宿，我也很想你。阿玉，你要干什么？李江，拉下去，单独关进地牢里。将军，不直接给他个痛快？作为珠儿的亲生父亲，竟然纵容外使子残害亲女，做出这般丧尽天良的事。我这个做夫人的，若是不给他一些特殊待遇，怎么对得起他这5年的筹谋？将军，谢家那些从犯已在帐外候审，他们以为您还是当年那个只知深宅内斗的谢夫人，正想着联名上书朝廷，告您动用私刑。告我？谢言，你是不是忘了我姓什么？我手握50万重兵，
这天下谁做主？难道是你们说了算？将军，若老将军在天之灵看到您如今的模样，定会欣慰。可属下有时候在想，当年您若不嫁进谢家，从前我心悦她，嫁给他，世人都以为我同旁的女子一样，嫁人生子是我最终的归宿。直到我父离世，我替父出征，接管梁家军5年。那5年，京里那些文臣，还有谢家那群吸血鬼，明里暗里断我们的粮草，盼着将军您死在塞外。但我回来了，对不起我和珠儿的人，他们理应付出代价。不等了，众将士听令，今夜破城！我早说要接娇娇进宫，只接那位侧妃，是你非要推三阻四。现在好了，她被梁玉那个贱人害死了，你满意了？死了便死了，一个没用的外侍中，值得你如此失态？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姐姐，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只怪我这个儿子实在不懂事。不过是死了个顾将娇，他竟然就要连我这个亲娘都不认了。我这当娘的也没办法，为了让他宽心，只能做主给他换个未婚妻。我本以为顾教教那个外县种好拿捏，却没曾想反倒害了珠儿。姐姐，这可是南疆进贡的龙团，你出征5年，怕是许久没喝到这种家乡味儿了。请。姐姐，你这是在担心我下毒？你我姐妹一场，在你心里，我简直竟然成了那种背信弃义的小人。既然姐姐信不过，那这杯茶我便替姐姐喝喝看。姐姐，你看我喝了，我没事，你到底还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你不必在我面前演这出，我并非担心你下毒，这世间能毒死我梁玉的药还没配出来。那姐姐为何？我只是单纯不喝你这个毒妇敬的茶，我嫌脏。外头都在传陛下龙体欠安，可这宫里连药煎好了都没人送。简氏，皇帝已经死了吧？姐姐果然还是这么敏锐，他当然该死。他居然想把皇位传给那个卑贱的四皇子，那是我的儿子，位置本就该是太子的。起初啊，我念着旧情，只是叫太医配了些药，让他不能言语，不能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听政。可后来我不大高兴了，看着那张老脸就心烦，他便没必要再活下去了。所以你把我女儿送进那吃人的女修院，也是为了你的宏图大计。姐姐真聪明，女修院里那些漂亮姑娘可是我费尽心思搜罗来的，她们有些送进了权臣府邸，有些送进了青楼，个个都是我最听话的眼线。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了？难道姐姐不想亲耳听听你那金枝玉叶的女儿在女修院的那些暗室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吗？姐姐，你不知道那孩子在女修院有多可怜，饿他冻他，把他一个人锁在阴森森的柴房里，可这些都不够。那些老嬷嬷最懂怎么磨平人的傲气，他们按着珠儿的头，逼她跪在满地的碎瓷片上，瓷片扎进肉里，那血流了一地。太子当初还不死心，非要去瞧一眼，可他去了一次，看到那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谢百珠，回来后他就再也没提过那个女人的名字。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珠儿毁了，你的软肋就死死捏在我的手里。姐姐，你若想让她活，就乖乖交出兵权；你若不肯，我就把她丢到大街上，让她变成全京城的笑柄。我从前就很羡慕你，真的。你梁玉不用靠男人，不用靠父兄，什么都能做得那么出色。可你再厉害又如何？你照样护不住自己的亲生女儿。你说的对，我是保护不了他，所以我得先把害他的人一个不留的全宰了。简氏，你以为毁了珠儿就能逼我梁玉就范？你大错特错。兵权我不会交，而且你儿子的这个位置我很喜欢。从今往后，这天下由我梁玉说了算。你费尽心机布了这么大一个局，到头来不过是为我梁玉铺路罢了。当初你求亲时是怎么说的？你说我的珠儿是金枝玉叶，你定然舍不得她卷入皇家生争。故事真心。
你看着珠儿被送进女修院，看着她被折磨，你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幸好现在我想通了，在这世上，所谓的金屋，所谓的良人，都是假的，唯有良地这2个字，才是我的珠儿最好的归宿。我这人向来欣赏有气节的人，诸位若是觉得自己是前朝忠臣，不愿跪着新主，我也愿意赏你们一死了之，去黄泉路上给简家做个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之长女谢宝珠，温良官显，天命所属，入主东宫。娘亲，他们是在玩捉迷藏吗？小姐，快看，大家都在拜你呢。珠儿，这天下从今往后就是咱们的了。陛下，宫外送来了几位隐士神医，他们都说太女殿下的病有法子治。多久？回陛下，伤在心神，需温补慢养，辅以金针放血，短则1年，长则2载，定能恢复神智。1年半载也好，我有这一世的江山护着他，我等得起。老大人，陛下这都做了半个时辰了，一句话也不说，这折子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啊？锦生，这位主子可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先朝的那些规矩，在他眼里都是废纸。你等会儿说话小心点。说完了。陛下，关于前朝余孽的安置，微臣建议统统流放，自然是陛下的想法最为英明神武。流放？废那粮食做什么？全都给朕拉去守灵。陛下英明，陛下所言极是。陛下，那些世家为了讨好您，送进宫的新人已经把偏殿住满了。武将领兵我懂，这后宫里养着一群只会铺脂粉的男人，倒真比批奏折还无聊。你看那老狮子风筝一边最疼太女，只要讨了殿下欢心，还抽没恩宠。朕还没死呢，你们就开始打起太女的主意了。传旨下去，这些男人朕养着便是，但谁若敢肖想留下子嗣，直接杖毙。陛下，小姐虽然神智未全，却记得这是您最爱吃的桃花酥。陛下，您怎么哭了？不碍事，是有点太甜了。珠儿，你娘亲，你回来了。对了，日后要改口叫母皇了。你是大周的长公主，是朕的皇太女，从今往后没人敢再欺负你分毫。母皇回来了。珠儿，母皇说过多少次了？私下里，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陛下，只有你的母皇。是母皇。小姐，这是陛下特意叮嘱御膳房熬了3个时辰的血盐，最是补气血的，您趁热喝点。我没疼，这3次真的不是我拿的，祖母别打我，好疼啊！珠儿，母皇，算了吧，珠儿求您了，我怕大家看我的眼神，他们一定会说被送去过那种地方，说我不干不净。珠儿，你记着，你是我良玉的女儿，这天下是你的母皇一刀一枪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你要习惯的不是在他人的流言蜚语中低头躲藏，而是要习惯让这众生服属，让那群蝼蚁连直视你的资格都没有。传旨礼部，即刻起，大张旗鼓筹备长公主的归位大典，百里红绸，万民朝贺。朕之长女受奸人陷害，漂泊经年，今日重归凤位。此后，他之意就是朕之意，谁若再敢言其是非，按叛国罪顿处。太女归位，万民朝贺。听说了吗？太女殿下当年在谢府，可是被送去过那种下贱庄子的，真是可惜了这副好相貌，受过那种搓磨也不值。母皇太弄好厉害，那刀握在手里，好像连风都能劈开。珠儿真正的对我说过，不是靠封号和红妆给的，是靠手里的兵刃。想学吗？你身上流着咱梁家杀敌报国的血。陛下，长公主这根骨虽不算上将，但骨子里这股狠劲儿，真是有您当年的。她练得如何？她练剑时不像是练习，倒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命，那股杀气，末将看了都心惊。赢了，她才是朕的继承人。母皇，儿臣前几日反复推演过您当年那场赤水之战，儿臣一直想问，如果当年匈奴人没有选择深夜袭击，而是两面摆开正当时的列阵对赌，您会怎么打？好，问得漂亮。行了，珠儿，你且听母皇为你开解这其中的奇正虚实。梁玉，年轻了就能稳坐江山，就是那个毒妇，临死前可是给我留了一份大礼。你若再不说了这个伪造梁老正批于政务在人，朕就让这地牢里的耗子一口口把你啃干净。正午，故乡生前为了保命伪造的天衣无缝，简氏临终前早就把他交到了一个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人手里，你就等着梁家满门忠烈、名声扫地的那天吧。假的说的，莫非是真的？但若是被有心人利用，假的也能掀翻忠烈祠。陛下，
北方突然出现一支流寇，打着咱们梁家军的旗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现在关外的百姓都在骂，冒牌货，这是想借眼口中政务里应外合，彻底搞臭梁家。陛下，末将请旨出征，定要把这帮杂碎万断。京中简家余孽未清，谢家那帮文生也在暗中盯着你，离不了京。他握了半年的剑，学了半年的兵法，他身上的伤疤比流寇的刀更早教会他什么叫疼。可他还没上过战场，真正的战场是该让他去了。今天的剑能不能再重一点？母皇，儿臣请旨出征北境。太女殿下，战场之上刀剑无眼，你习武深知不仅2年。李副将，我练了1年的武，读了半年的兵书，我知道我还不够强，但我会带着脑子去，多看多问，绝不马干。你想清楚了，战场上没人会因为你是太女就手软。母皇教过我，梁家的女儿宁可死在冲锋的路上，也绝不能死在刘家的深宅里。好，朕给你1万梁家精锐，刘武从旁辅佐。是你，朕在京城定不负母皇所托。你可知你这一去，若败了，我便是梁家的罪人，是辱没了外祖父清明的废物。母皇，儿臣不敢拜。不要蛮干，活着回来。母皇，我去了。儿臣自知罪孽深重，已随太女北上，隐于暗处，求母皇成全。这是我还债的机会。还债？那便看看你这条命能不能护住你妹妹。陛下，外头的流言越传越疯了，竟然说您非梁老将军亲生，而是当年梁夫人与藩邦将领私通的孽种。这流言有板有眼，连我父当年在边疆的路线都对得上。若是没人暗中指使，我不信。陛下，户部这几年的旧账，尤其是关于谢尚书经手的那几笔，确实有些去向不明。找到了，这几处庄子的供奉都进了一个叫静心庵的地方。梁将军，哦不，现在该叫你女帝陛下。故乡能在这京城的眼皮子底下躲这么久，还能编出那些恶心朕的流言。你错了，我不比谢毅聪明，我只是比他更知道怎么毁了你。故乡，你想用这种拙劣的把戏动摇我的道心？我杀的不论是替身还是真凶，只要是挡了我路的人都得死。至于无辜，这天下唯有我珠儿受的那些苦才叫冤屈，其余人的命在我眼里连这香灰都不如。来人，将这罪妇押入天牢。陛下，这女人口中的老狐狸，朕要的就是他把消息传出去。天牢的守卫疏忽些，让他以为有机会传话。丽江，鱼儿已经咬钩了，咱们得给他们腾个位置表演。放出消息去，就说朕近日忧思过度，被外头的流言攻了心气。我讲明白。已在偏殿咳血昏迷，神医束手无策，生死全凭天命。梁玉谋逆篡位，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如今流言四冲，天降恶疾，这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惩罚。德行不佳，天怒人怨，梁氏已陷昏迷，国不可一日无君，理应让流着先皇血脉的孩子继位。我故乡以性命担保，梁玉绝非梁家血脉，他是梁夫人与藩邦私通的孽种。这种杂种，怎配坐在这乾坤殿内？小皇子继位，我等老臣暂行代理国政之权。故乡，朕的天牢看来在你们眼里当真是来去自如啊。梁玉，你这个野种，你有本事烧了证据，你烧不掉天下人的嘴。朕的血脉，战场可见，江山可见。今日邀战故乡，谁若再敢在京中散布半句流言，这便是下场。行！陛下，北京大捷，太女殿下神武。太女殿下于北京遇流寇伏击，亲率500轻骑绕后火烧敌营粮草，最后一战，殿下于乱军之中亲手斩杀匈奴小亲王。你外祖父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哥哥还清了。哥，娘在京城等你回家。母皇，我终于明白，原谅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能弥补，而是因为儿臣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不再需要那些迟来的愧疚。您说的对，剑是最好的药。不疼了就好，我的珠儿终于长大了。陛下竟亲自出城10里相迎，这太女殿下的圣宠，当真是古往今天头一份。闭嘴！殿下凯旋在即，谁敢在此嚼舌根，本将割了他的舌头喂马。末将梁宝珠参见陛下。参见陛下千岁。让母皇看看，疼吗？不疼，剑是最好的药。梁宝珠，好名字。受苦了我的珠儿。不苦，母皇，流血总比流泪要畅快得多。我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个人，若非他舍命挡住侧翼的刀，女儿怕是回不来见您了。回臣萧策叩见陛下。萧策，
镇北王萧远之子。是，梁老将军与萧家有恩，不过是还萧家欠梁家的旧债。起来吧，朕的女儿从不欠你护了她镇下。回宫，今日设宴犒赏三军。珠儿，母皇问你一句话：你带回萧策，是因为他在战场上救了你，你想报恩，还是因为你真心悦他？亦或者，你是看中了他身后的镇北王府，想为了这江山更稳，才许他近身？母皇，女儿从前在谢府时卑微到了尘土里，甚至觉得连呼吸都是错的。我才明白，如今我只为自己而爱谁，我想杀谁便杀谁，便杀谁。好一个只为你自己而活，不愧是我梁玉的女儿。殿下，太女殿下，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给小女一个入学的名额吧。是啊，殿下，这是我们的名誉。情分，谢家与尔等的情分，早在5年前那一剑下就断干净。这一学招的是能为母皇效力的女官，不是招只会背后嚼舌根的怨妇。想要名额，拿采血来换。陛下，5年前咱们进城时血流成河，谁能想到5年后的今天，京城竟是这般模样？是啊，当年镇杀疯了眼，只想要个公道，公道在，江山亦在。母皇，这局棋儿臣怕是又要胜了，您是不是累了？守江山比打江山累多了。这5年，朕日日批阅奏折到深夜，为的是让这天下女子不再受你那样的苦。现在瞧着，也交得出手了。母皇这话是什么意思？您要退位？朕要去北境。北境那里苦寒，朕要去看看你父兄战死的地方，去看看当年你提剑立功的沙场。这皇宫太小，规矩太多，已经困了朕许多年。接下来的日子，朕想回军营里去听听北境的风，去过过老将领的日子。母皇，傻孩子，你是长公主，是未来的女帝，这天下交给你，朕放心。这大周江山自梁御史至梁宝珠胜，朕感天命，今传位于太女梁宝珠。改元永安，望新帝爱民如子，守我大周万世平平。这江山是你的了，儿臣定不负母皇所托。万岁！万岁！你虽眼盲心瞎，但最后那17剑算是还了欠我的债。从今往后，你不再是谢家的罪人，只是梁家的孩子。陛下当真是仁慈？仁慈是因为我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放下这些恨了。陛下，马匹已经备好了，老属下们都在宫门外等着，悄悄的，没人知道。别叫陛下了，听了5年，耳朵都起茧子了。走吧，离了这京城，咱们去过几天顺心日子。是，将军，咱们走吧。娘亲，回去吧，天了，别送了。如今你是这天下的主子，岂能为了私情随意出城？娘，你一定要回来，珠儿还要给你画百寿图，今年的那一幅女儿还没画完呢。好了就留着，等老娘看够了北境的风，再回来收你的礼。李家，走。对，剑是最好的药，我已经不疼了。可娘，珠儿会一直在这里守咱们的家。李江，你说这塞外的风和当年在边疆时有什么不一样？末将觉着风没变，是咱们变了。当年是来杀敌的，如今是来养老的。将军，您说是不是？养老？那坡下那群小崽子是谁在教？老娘的剑法可不能失传。母皇，您说的对，剑是最好的药，我已经不疼了。可娘，珠儿会一直在这里守着咱们的家。陛下，您如今是一国之君，怎么年年这时候都往老奴这破院子里钻？这石榴树是母皇离京前亲手种下的，看北边有消息吗？按魏说，老将军在贺兰山下收养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女娃。母皇还是老样子，一刻也闲不住。将军，这歌真好听，您是在唱给谁听呀？唱给我的宝贝，我的盔甲，我这辈子唯一的牵挂。将军，风凉了，该回营了。走，小崽子，回营睡觉，明天还要练剑，你那招劈铲还差得远呢。李江，你看这天下，珠儿把他守得很好。陛下是英主，不负将军所望。仗打完了，为将尘土为晒，杀疯了也讨干净了。走，咱们回家，终不负那一身反骨，不负我珠儿一生娘亲。